1990年代初期，台海两岸的关系正逐渐解冻。自1987年起，台湾开放探亲后，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怀抱着期待与好奇踏上中国大陆土地，两岸之间开始出现久违的交流热潮，观光团络绎不绝，经贸互动热络，甚至还在1993年促成了象征破冰的汪辜会谈。彼时的台湾社会，许多人相信隔绝数十年的两岸终于迎来和平相处的新夜。然而，就在这股暖春气息中，一场无情的悲剧悄然酝酿，最终引爆于1994年3月末。这起震惊两岸的千岛湖事件，不仅夺走32条宝贵生命，更瞬间将两岸关系推向冰点，让前一刻的和缓气氛急转直下。人们这才发现，看似风光的两岸互动背后，其实潜伏着信任的脆弱与危机的暗流。千岛湖事件成为一个分水岭，使得台湾人开始重新审视眼前的中国大陆，或许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好安全。1994年3月31日，原本是千岛湖风景区平静寻常的一天。千岛湖位于浙江省杭州淳安县，是以新安江水库形成的碧波万顷景区，湖中岛屿星罗棋布，风景秀丽。这天下午，由台湾长风旅行社组团、福建青年旅行社接待的一个台湾观光团正搭乘游船海瑞号在湖上欣赏美景。团员共24人，大多是来自台湾中南部的农民与小企业主，平日辛勤工作，此刻正尽情享受难得的大陆之旅。船上还有8名大陆随行的工作人员，包括导游和船员。游船沿着新安江水道驶向湖区深处，载着游客们兴奋的笑语和相机快门声。谁也没料到危险正在逼近。当日下午接近傍晚时分，劫难突如其来。夕阳渐沉之际，3名年轻男子驾驶一艘快艇，悄悄尾随上了海瑞号。这3人，23岁的吴黎宏、22岁的于爱军和24岁的胡志汉，都是淳安本地及邻近地区的年轻人。他们蒙面持械登上游船的刹那，打破了黄昏的宁静。劫匪持猎枪朝天鸣 ，shot 以震慑，全船顿时陷入极度惊恐。持枪的歹徒冲入客舱，高喊不许动。其他2人则迅速控制船员和导游，将他们挟持到船底的机舱处。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游客们惊魂未定，大多抱着破财消灾的心态，不敢轻举妄动。歹徒们搜刮了旅客随身财物，他们抢走大约5000美元、15万新台币和数千人民币的现金，以及许多游客佩戴的金饰珠宝、照相机和摄影机等贵重物品。财物到手后，歹徒决心灭口。他们驱使船长将海瑞号开往一处偏僻的深水域，随即命令所有乘客和船员通通蹲进1楼甲板下方的船底舱室。这一刻的惊慌与绝望难以形容。32名无辜人士被枪械威胁着，陆续被逼入狭窄的底舱。他们或许尚心存一丝希望，以为破财后至少能保命，殊不知歹徒早已起了斩草除根的杀机。当最后1名人质也被赶进阴暗密闭的底舱后，歹徒竟拔走了通往甲板的铁梯，将唯一的出路封死。紧接着，其中1人抬来一大桶汽油，残忍地将汽油倾倒在舱口处，点燃了导火索。熊熊火舌顷刻间吞噬了整艘游船。劫匪乘坐快艇仓皇逃离，身后留下燃烧的海瑞号和舱内32张惊恐绝望的脸庞。烈焰映红了寂静的湖面，也无情夺去了船上所有人的生还希望。这本该是愉快旅程的一天，转瞬间却变成凄绝的梦魇。当晚，海瑞号原定返抵的时间早已过去，接应的同伴迟迟等不到他的踪影。夜幕低垂后，另一艘黄山号游船紧急掉头回航搜寻，然而茫茫夜色中毫无所获。直到翌日清晨，湖区附近的村民才发现湖面漂浮着一艘焦黑的船只，正缓缓冒出白烟。4月1日上午8时许，淳安当地的消防队接获报案，赶往现场灭火。烈火经一夜燃烧已见熄灭，消防人员花了10分钟将残余的火苗完全扑灭。现场所见触目惊心，这艘原本漂亮的3层游览船此刻烧得面目全非，船体焦黑破损，犹如一具巨大残骸静静飘在湖岸边。一开始，救援人员在甲板和客舱内搜寻，
却找不到任何生还者或罹难者，船上空无一人，仿佛32个生命就此凭空消失。一时间，各种猜测纷起。有人想，会不会是船只失火后，游客惊慌跳湖逃生而下落不明，或者他们弃船游向附近岛屿等待救援？现场没有看到明显的尸体，让人心存一丝侥幸，也许他们还活着，只是四散在湖区等待救助。抱着这样的希望，浙江省和淳安县当局立即动员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上千名公安、民兵和干部乘坐20多艘船只，在方圆数十公里的湖面和岛屿地带来回搜寻，甚至出动了空军直升机、低空侦察、水下声呐，探测遇险者。广播喇叭反复呼喊寻人启事，期盼附近村民能提供线索。然而，搜寻持续了数小时，既无生还者，也未发现任何漂浮的遗体，仿佛这32人都人间蒸发了般。焦急万分的救援人员开始意识到，答案很可能隐藏在那艘被烧毁的游船中。中午过后，随着残骸逐渐冷却，公安刑侦技术人员终于得以进入船舱内部仔细勘察。当天下午，骇人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消防队员切开甲板下一块钢板，一股焦臭的浓烟扑面而出。映入眼帘的是底舱狭窄空间里惨不忍睹的景象，堆叠在一起的32具烧焦遗体。原来，所有失踪者全都困死在船底舱内，无一生还。这一发现震惊了在场每一个人，许多人当场红了眼眶。原本心存的那点希望彻底破灭，取而代之的是难以言喻的愤怒与悲痛。究竟是怎样的残忍，让这群手无寸铁的游客集体葬身火海？法医和刑侦专家随即展开现场调查，经过彻夜解剖鉴定，他们得出关键结论：死者体表没有枪伤、刀伤，均系在生前被迫躲入底舱，最终因大量浓烟窒息，并被烈火烧灼致死。底舱入口处被检测到明显的汽油助燃痕迹，舱口金属壁上也留有霰弹枪击发后的凹痕。此外，出入底舱的铁梯不翼而飞，现场还遗留下一只空汽油桶。更奇怪的是，许多罹难者随身的金饰、钱包等财物仍留在遗体旁，其中甚至有人鞋底藏着尚未用完的美金。一切迹象显示，这绝非单纯的意外火灾，有人蓄意为之，而且极可能是预谋已久的大型图财害命案件。浙江省公安机关当即将此案立为331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全面侦办。然而，就在大陆警方暗地里紧锣密鼓调查真相时，另一场风暴正在千里之外的台湾岛内积聚。那是悲愤交加的家属和舆论对未知真相的焦急与猜疑。千岛湖畔升起的黑烟很快就飘向台湾的天空，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是不安与愤怒。4月初的台湾原本应是春暖花开的清明时节，然而数十个家庭却陷入亲人遇难的巨大悲痛中。50多名死者家属在噩耗传来后不久，紧急办理证件，火速赶赴中国大陆。他们带着骨肉身亡的悲伤和追寻真相的渴望，于4月4日抵达上海，再辗转赶到事发地浙江淳安，踏上陌生的土地。等待他们的却并非善后的慰藉，而是一连串的波折与折磨。起初，当地政府在焦头烂额处理现场的同时，尚勉力维持着一定的礼遇。他们将32具遗体安置在淳安游船码头临时搭建的灵堂内，用从杭州紧急运来的大冰块为遗体降温防腐，并连夜打造了32口木质棺材，暂时停放罹难者。遗体按照发现顺序编号，法医也仔细清点了每具遗体身上的衣物和遗物，为日后辨认提供依据。4月3日，在淳安赶赴的台北旅行同业工会代表首先见到了灵堂中惨不忍睹的场景。他们一度想拍照带回台湾，但当局以画面过于血腥为由予以拒绝。这也埋下了日后家属质疑隐瞒真相的一大原因。大陆方面的诸多不允许，让家属更怀疑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家属们最迫切的诉求莫过于查明真相，讨回公道。他们悲痛欲绝之余，提出了几项强烈要求：第一，尽速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第二，允许家属前往事发现场祭拜，并亲眼查看游船；第三，务必将遇难亲人的遗体运回台湾安葬，不接受就地处理。
第四，对罹难者给予合理的赔偿和补偿。这些要求合情合理，既是人伦的基本需求，也是家属维护权益、寻求真相的唯一希望。然而，中国大陆官方的回应却让他们心寒。侦办方面，大陆公安只是笼统表示正在全力调查，请家属相信我们一定会查出真相。至于遗体处理，浙江省方面明确告知无法将遗体运回台湾，只能考虑就地安葬或火化。此外，有关现场船只的勘验，更详尽的案情说明，统统被以不便为由推拒。家属们千里迢迢赶来，却发现自己被挡在真相门外，只能干着急。僵局很快浮现。4月5日，家属代表与浙江省官员展开谈判。浙江方面由副省长刘锡荣出面安抚，开出了3个选项： 1. 就近土葬安置遗体； 2. 火化后由家属将骨灰带回台湾； 3. 将遗体在大陆冷藏保存。然而，这些方案没有一条是家属真正想要的。他们悲愤地质疑，以前其他在中国遇难的台湾人不是都能运回家乡安葬吗？为何这次偏偏不行？有的家属痛哭流涕，恳求道：让我们带亲人回家吧，哪怕千里奔波，我们也要让他们落叶归根。还有家属提出，台湾检方希望能接回遗体，进行更进一步的验尸调查，以厘清死因。但刘锡荣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强调目前气温潮湿炎热，遗体已开始腐败，长途运送不具可行性。他甚至搬出防疫的说辞，称要运送遗体出境，需确定死因不是传染病，而现在尸体状况难保不出问题，语带恐吓地劝阻家属。此时此刻，家属们的信任达到崩溃边缘，他们强烈怀疑大陆官方是在找借口阻挠，把自己的亲人扣留在异乡。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里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遗体不能带走。种种猜测和悲愤交织，现场气氛异常紧张。谈判桌上，刘锡荣的态度也渐趋强硬。在无法说服对方接受火化的情况下，他突然拂袖而起，中途离席，留下没办法再和你们这些家属谈下去了的冷硬话语。这番举动激怒了家属群情，有人当场大喊：中国官员没有诚意，简直像土匪。也有人失控痛哭，直言你们这样是在掩盖什么。场面一度混乱失序。刘锡荣离场后，家属们并未退让，他们决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表达抗议。4月5日下午，在灵堂和宾馆之间，悲愤的家属拉起白布黑字的横幅，头绑白布条，集体静坐示威。他们堵住了再度赶来安抚的刘锡荣坐车，高声要求答复：不把亲人带回去，我们绝不火化。现场哭声、斥责声响成一片。一些混杂其中的台湾媒体记者见状，也将这幕僵持拍摄记录。对峙中，大陆公安人员如临大敌，迅速增援控制秩序。浙江省高层也意识到事态严重，赶紧派出更多官员与家属谈判。然而此时的家属对官方已极度不信任，他们感到自己在异国他乡毫无自主权，甚至开始怀疑自身安全。有家属发觉，只要离开旅馆想四处走动，立刻就有公安跟上来质问，他们仿佛被变相软禁一般。的确，谈判破裂后，大陆方面为防意外，对家属的行动实施了严密控制，不允许他们随意外出，让本就在悲痛中的人们更增恐惧和愤怒。在进退两难、筋疲力尽的拉锯中，家属们终于认清形势，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继续抗争下去，只怕自身安全都堪忧。无奈之下，他们含泪让步了。4月6日凌晨，家属代表被迫签下协议，同意配合中国官方就地火化遇难者遗体，交换条件是官方给予每位死者约13万5千元人民币的赔偿，包含保险理赔和政府补助，并允许将骨灰带回台湾安葬。这样的赔偿金额在当时中国大陆尚属罕见，但对失去亲人的家属而言，金钱无法弥补内心创痛，他们只是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折磨，把亲人带回家。清明时节的细雨霏霏中，祭别的时刻终于来临。4月6日这天，在淳安码头旁举行了简单而凄楚的追悼仪式。中国方面请来杭州灵隐寺高僧主持超度法事，当地民众也自发赶来送行，家属们手捧灵位牌位，
点燃香烛纸钱，在阵阵诵经声中与亲人做最后道别。许多人哭倒在灵柩旁，一声声我们要回家了，令人心碎。随后32副棺木覆盖白布，被抬上车队运往邻近的桐庐殡仪馆。家属们一路护送，当车队经过海瑞号沉没的黄泥岭水域时，大家驻足湖畔，再一次痛哭祭奠。青山绿水间回响着丧钟与亲人的冥会，这是他们留给亲人在大陆最后的祭礼。经过火化后，台湾罹难者的骨灰装入骨灰盒，由家属带回故土，部分大陆罹难船员则由当地亲属领回安葬。至此，这场跨海奔丧的悲剧暂时告一段落。然而，留在家属心中的不平与疑问却远未平息。中国官方匆匆火化遗体，阻挠真相曝光的种种作为，是否意味着某种黑幕的存在？这个问题开始在台湾社会引发轩然大波。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台北，媒体与舆论的焦点早已全集中在这起离奇惨案上。千岛湖事件发生后最初几天，台湾方面通过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保持联系，焦急地索求案发经过。然而，大陆方面提供的信息极其有限，且态度闪烁其词。浙江地方政府对外发布的官方说法，从一开始就充满扑朔迷离的色彩。他们声称海瑞号游船发生了一起火灾意外，导致包括台湾旅客在内的多人罹难。对于外界揣测的抢劫或凶杀可能，浙江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在4月5日还公开郑重否认，理由是现场没有打斗痕迹，死者身上也无刀枪伤，而且多数财物仍在，暗示仅仅是因火灾慌乱才酿成罹难。不仅如此，在与家属周旋期间，大陆官员对外一概称此事为一般意外事故，没有提及任何刑事案件信息。这种顽固不透明的处理方式很快引起台湾各界强烈不满和怀疑。毕竟，经验告诉大家，一艘好端端的游船怎会突然起火，酿成30多人死伤的大惨剧？倘若真是单纯失火，为何大陆方面对真相讳莫如深，连让家属探视遗体、检视现场都百般阻挠？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中国大陆政府在刻意淡化乃至掩盖事件的性质，试图把这场骇人听闻的劫杀塑造成一件意外。如此荒谬的态度让台湾民众无法接受。由于官方管道沟通不畅，台湾媒体转而大幅报道各种传闻与推测，新闻头版以惊悚标题连日渲染，电视谈话性节目上更是群情激愤。有报道指出，大陆当局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封锁消息，试图将消息延后公开，以便内部自圆其说。也有记者揭露，家属在大陆受到诸多不公待遇，仿佛被当作犯人一般严加看管。浙江官员态度冷漠傲慢，谈判时一句没法跟你们谈，更是激怒众人。台湾媒体还特别强调了一点，浙江方面在家属离境前姗姗来迟地发给他们每人一纸死亡证明，证明上死因一栏竟写着因海瑞号游船起火燃烧死亡。短短一句意外起火，完全看不出任何劫杀的事实，这更坐实了外界对大陆黑箱作业的质疑，连死亡证明都刻意轻描淡写，显然别有用心。面对铺天盖地的舆情批评，中国大陆官方感受到巨大压力。4月10日，新华社终于在新闻中松口表示，不排除有人为破坏的可能，态度较先前稍有转变。到了4月12日，北京的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倍在会见台湾海基会代表时，仍嘴硬地将整起事件称作火灾事件，但强调大陆方面会全力做好善后工作。如此推诿式的说法，不但未能平息质疑，反而成为压垮台湾忍耐的最后一根稻草。台湾官方终于雷霆震怒。就在同一天，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对外宣布多项强硬措施，自即日起暂停两岸间一切文化教育交流活动，自5月1日起禁止台湾民众赴大陆观光旅游。经济部也同步暂停审核任何新的赴大陆投资案。教育部叫停两岸学术合作与学生交流，旅行工会则号召各旅行社停止组团前往中国。可以说，一夜之间，原本方兴未艾的两岸交流被戛然而止，几乎全面中断。这是自两岸解冻以来，台湾方面对北京采取的最严厉制裁行动，足见震怒之深。与此同时，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也在4月9日发表措辞强烈的谈话，直接痛斥北京当局对千岛湖事件的处理简直像土匪一样。李登辉愤慨地说，中共政权就像土匪一样害死我们那么多同胞，一开始竟采取逃避态度，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对不起人民，他们的行径完全像土匪，这样的政府老百姓早该唾弃。李登辉罕见地以土匪来怒指中共，强调任何政权都应体认主权在民的道理，否则终将被觉醒的人民所抛弃。这番言论虽出自悲愤，但在两岸外交上引发极大震撼。台湾最高领导人头一次如此公开地对中共政权口诛笔伐，也象征着两岸官方关系跌入谷底。社会舆论方面，台湾各界更是一面倒谴责中国大陆，有民间团体上街抗议，痛斥北京草菅人命，藐视人权，也有在野党，当时的民进党等批评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对陆方过于软弱，要求采取更强硬的制裁。报章杂志充斥着读者来信，哀悼罹难者之余，纷纷质问政府保护国人安全的能力，甚至有人悲观地表示对中国人已彻底失望，不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有意移民他国。这股因千岛湖惨案引发的民意怒潮，把原先在统独议题上相对温和的多数人都推向对中共强烈不信任的一边，连许多长期主张交流的工商界人士此刻也发起抵制行动，取消原定的大陆访问计划或投资合作，用脚投票表达对北京的抗议。可以说，整个台湾岛陷入一种空前的悲痛与愤怒氛围，全民上下认知到，尽管血缘相通，眼前的中共政权与台湾依然隔着巨大的制度鸿沟与信任裂痕。在两岸关系陷入紧张之际，中国大陆对这起重大刑案的侦办工作其实从未停止。浙江公安厅和杭州市公安局抽调大批精干警力，夜以继日地搜寻凶手线索。淳安县动员了数千干部群众，几乎翻遍全县每个角落。由于罪犯是熟门熟路驾船逃逸，办案人员推测凶嫌极可能就是当地人。很快，他们掌握了一项关键线索：案发前，有人以打猎为名从本地单位借出过猎枪，又有人曾购买过大量炸药、汽油桶和斧头等可疑物品。种种迹证顺藤摸瓜，警方锁定了3名年轻男子：吴黎宏、胡志汉和于爱军。这3人皆有借购枪械炸药的记录，且案发当日行踪可疑。于是4月15日，大陆公安机关对3人分别展开拘捕讯问。消息来源显示，其中一人于爱军曾于不久前退伍，当过解放军战士，作案时甚至还身着无军阶制服。这一点日后也引起台湾方面揣测是否有军方涉案。但无论如何，在强力审讯和证据面前，3名嫌疑人相继溃败，吐露了犯罪事实。4月17日，浙江省公安厅高调宣布，千岛湖案已告破获，真正性质是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与先前宣称的火灾事故迥然不同。根据大陆官方公布的案情简报，千岛湖事件的真实经过还原如下：吴黎宏、胡志汉、于爱军3人早有预谋，觊觎外地游客财物，遂策划在千岛湖劫船行抢。他们备妥猎枪、炸药、匕首、汽油等作案工具。3月31日晚，乘快艇登上海瑞号，3人蒙面持枪控制全船后，劫走大量现金和财物。为灭口，他们逼迫32名船上人员进入底舱，毁去爬梯将人困住，最后点燃汽油，纵火焚船，然后驾快艇逃离现场。以上供词与警方在现场提取的证据、弹孔、汽油桶等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至此，案件表面上真相大白，作案者的动机就是劫财，手段残忍至极，导致惨案发生。然而，台湾方面对此结果仍存疑虑。尽管凶嫌落网是件好事，但在许多台湾人心中仍有大大的问号。仅凭3个年轻人，真能如此顺利地控制并杀害32人？尤其是船上还有8名大陆船员，难道没有任何反抗，任由劫匪宰制？是不是还有幕后主使或更多共犯尚未曝光？再者，既然案情现已查明，那大陆当初为何不肯开诚布公，反倒百般遮掩，直到抓到人才改口？
这难免令人怀疑其中是否涉及官方的疏失或隐情，甚至有没有可能如坊间谣传的那样，所谓歹徒其实与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有牵连。大陆方面想快刀斩乱麻将他们处死，以防更多线索牵扯出来。怀抱这些疑问，海基会在5月上旬组织了一个由刑事专家和法医组成的调查团，在大陆官方允许下前往千岛湖了解案情。5月8日，台湾专家和部分家属在杭州会见了办案公安，也参观了海瑞号残骸。尽管大陆方面提供了案发现场模拟和调查录像，但台湾调查团依然感到不满意，他们提出的许多疑点未获正面回应。例如，专家质疑，如果是图财，歹徒为何多此一举携带汽油并纵火，还预先拆除逃生梯？既然死者身上许多值钱物品都在，劫财动机是否说服力不足？更甚者，对于于爱军穿军装作案之事，台湾舆论更是议论纷纷。有人怀疑这暗示着解放军涉案或包庇，使真相更扑朔迷离。面对种种质疑，大陆公安仅强调3名嫌犯已经全面认罪，没有更多同伙，请台湾方面放心。5月9日，大陆还特意释出一支所谓侦办全记录的短片给媒体，内容却只是展示浙江省官员如何慰问家属，公安如何努力办案，对于那些尖锐疑问只字不提。这种表面文章式的操作再度引来台湾社会的嘲讽，讲了一大圈还是不敢正面回答我们关心的疑点。可以说，虽然嫌犯到案，两岸围绕本案的不信任阴霾却仍未消散。6月间，此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迅速进入司法审理，大陆方面甚至破例多次邀请台湾海基会派员观摩公审，以示公开透明。然而由于此前种种不快，台湾方面并未正式派代表出席，罹难者家属也无人愿再去听审。审判过程颇为戏剧化，3名被告当庭毫无悬念地承认了全部罪行，甚至争相表示愿意偿命。其中吴黎红和胡志汉还互相抢着承担主谋责任，声称都是自己带头策划，试图替另外2人减轻罪孽。法庭上，检方照本宣科陈述了案情，并逐一回复了台湾海基会先前透过管道提出的几个疑问，表面看似解答了真相。然而这种种交代，在台湾舆论看来更像是事先排演好的戏码。3个年轻被告配合地演出忏悔，审判程序中没有激烈攻防，一切水到渠成。甚至有媒体揣测，或许当局早已与嫌犯达成默契，要他们全部揽下罪责，速战速决，换取迅速处决，以谢天下。审理期间还发生一段小插曲，法院不许旁听的中外记者自由录像，只承诺庭审后提供统一的录像资料。然而当20分钟长的官方录像带送达媒体时，竟开出每份$100的高价购买，连同配发的审判照片也一样需收费，且严格限制影像使用，不得转拷剪辑。这种近乎荒诞的做法被台湾媒体痛批为遮遮掩掩，难道真相还值钱？更多人因而怀疑大陆当局根本不愿让外界仔细检视审判过程的细节。1994年6月13日，法院一审宣判吴黎红、胡志汉、于爱军3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过仅数天的核准程序，6月20日3名罪犯复核维持死刑，即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由于行刑不对外公开，再加上案件疑点犹存，台湾社会甚至流传出是否有人顶罪或者根本没枪决的阴谋论。虽然这些传言缺乏实证，但足见当时台湾大众对中国大陆官方公信力已降至谷底。最终，随着3名凶手伏法，大陆方面宣告案件画下句点，真相大白。然而对许多台湾人而言，千岛湖事件依然是个解不开的心结。32条人命背后究竟是否还隐藏着未揭穿的秘密，或者真如官方所言仅是偶发恶性犯罪？这些疑问或许永远没有确切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这起惨案所造成的两岸裂痕却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影响着人们的记忆与态度。千岛湖事件带来的冲击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重创了当时正在升温的两岸关系。首先在观光交流方面冲击立竿见影。1994年后半，
原本络绎不绝的陆客团、台客团骤然锐减。统计显示，该年台湾民众赴大陆人数比前一年骤降了近40%，大陆吸引台湾投资的金额也骤减超过70%。一时间，两岸直航的班机空座率大增，旅行社纷纷缩减大陆行程线路。台湾许多家庭因这起惨案对赴陆旅游心生畏惧，不少人打消了原定的行程，甚至有受访民众表示，这辈子都不敢再去中国大陆。可以说，千岛湖的硝烟熄灭后，冰冷的是两岸交流的人气，热络了数年的交流热潮按下了暂停键。更深层次的影响体现在民心的巨变。台湾官方事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千岛湖事件发生短短1个月内，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和立场产生明显转向。在1994年4月底的调查中，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相比事件前大幅上升，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者则几乎减半。支持台湾独立的民众比例攀升至约 27%， 创下当时历史新高。反之，希望统一的比例则从2%多骤降至不到2%。同时，有接近70%受访者直言透过此事认清中共对台湾怀有敌意。另一项媒体民调甚至指出，高达42%的台湾民众在事件后明确表示赞成或非常赞成台湾独立。这些数字在说明，千岛湖事件如一把重锤击碎了许多台湾人原本的幻想。长期以来，国民党教育下的一些同胞情结和对祖国大陆的憧憬，在此刻遭遇现实无情的撞击。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我们和大陆人真的是一家人、同胞手足吗？如果是同胞，为何对我们隐瞒欺瞒至此？这种集体心理转变对日后台湾政治生态与两岸互动影响深远。台湾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出现了朝向台湾人强化的趋势，而对中国人的认同感则一蹶不振，往后再未回到事件前的水平。即便许多民众当时并不真心主张独立建国，但他们也不再相信一厢情愿的统一神话，转而更支持维持现状，甚至走向更自主的道路。在两岸官方互动上，千岛湖事件也造成直接的倒退效应。原定于1994年下半年举行的第2次汪辜会谈，海协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高层对话，因台湾方面强烈反弹而被迫延期。随后几年，两岸再无重要官方互动。更不幸的是，紧接着1995年李登辉访美，96年台海飞弹危机等事件接踵而至，使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一连串风波的开端，千岛湖事件无疑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加剧了彼此的敌意。直到多年后海峡局势变迁，此案仍时不时被拿出来作为反面教材。对许多台湾人而言，它象征着交流善意，换来的却是伤痛，象征着对中共本质一次痛彻心扉的认识。中国大陆方面则在平息风波后，试图淡化千岛湖事件对两岸的长远冲击。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在案件结案后发表评论，承认两岸因社会制度差异、信息处理方式不同而产生误解，同时将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归咎于少数台独分子煽风点火。北京坚称千岛湖惨案只是偶发治安案件，其消极影响是暂时的，历史终将证明两岸走向密切是不可逆的大事。然而，此番论调在当时的台湾听来格外刺耳。一方面，北京始终没有正式为信息封锁、态度失当向罹难者道歉；另一方面，简单将台湾的悲愤归结为被台独利用，更被视为推卸责任、罔顾事实。可以说，千岛湖事件之后，两岸官方在舆论上各说各话，凸显了双方认知上的巨大落差。北京或许低估了这起事件对台湾民心所造成的长期影响。多年后回头看，人们发现那正是台湾人对中共幻想彻底破灭的一刻，也是两岸心理距离再次拉大的转捩点。尽管岁月流逝，千岛湖事件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成为许多台湾人大众记忆中难以愈合的伤口。这起惨案后来也在文学、影视以及大众文化中留下了种种痕迹。1994年底香港上映的电影《赌神2》片头就有一段豪华游船遭纵火的戏码，剧中杜撰的千岛湖惨案明显影射千岛湖事件，以娱乐电影的方式投射了现实的残酷。
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多年后，台湾拍摄的政治剧《国际桥牌社》第2季，也透过剧中所谓百泽湖事件，曲折再现了千岛湖惨案的元素，借由戏剧让观众重温那段两岸关系急转直下的历史时刻。此外，每逢事件的10周年、20周年乃至更近期，台湾的报章媒体时常撰文回顾此事，许多标题直指被遗忘的千岛湖事件，重创两岸关系的湖畔血案，再次强调它对两岸互信造成的裂口。年轻一辈或许未亲历当年震撼，但透过社群媒体上一些专门探讨悬案的频道，他们仍能听到这桩往事。有人将千岛湖事件与中共后来在 SARS 疫情、非洲猪瘟疫情中的瞒报行径相提并论，感叹两岸一家亲原来只是一句空话。这些讨论和创作无不流露出对罹难者的追思、对真相的执着，以及对两岸政治现实的冷峻省思。对台湾民众而言，千岛湖事件早已超越了一般刑案的范畴，更像是一则警示预言，提醒着人们在追求交流与和解的同时，别忘了制度与价值观的差异可能带来多么残酷的后果。那一场发生在异乡湖水之畔的火灾血案，不仅夺走了32条宝贵生命，也烧出一道无形却深刻的裂痕。它让台湾社会明白，彼时彼刻的中国大陆仍是一个信息不透明、官僚作风僵硬的环境，在那里，普通人的尊严和生命保障可能随时让位于政府的维稳考量。这样的认知深深改变了许多人看待两岸关系的角度。回首千岛湖事件发生至今，它带给两岸的影响余波荡漾，迄今犹在。对罹难者家属而言，那是永远的伤痛与遗憾；对曾经热衷登陆交流的一代台湾人而言，那是梦碎的时刻；而对整个两岸关系而言，那更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教训。它告诉我们，两岸长久隔阂所形成的信任赤字，不是靠短暂的热络表面交流就能弥补。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信息的不对称、制度的差异、政治的算计，都可能迅速激化矛盾，让多年经营的善意归零。在千岛湖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一连串因文化认知差异引发的悲剧连锁。大陆方面认为未破案前消息不能乱传，却不知台湾社会重视透明公开；大陆官员习惯控制场面、压制舆论，却不知民主社会中这正是公信力瓦解之源。最终，信息的黑箱和态度的强硬比歹徒的子弹更伤人心，让台湾民众对同胞产生前所未有的疏离感。当然，事件过后近30年来，两岸之间又经历了风风雨雨，有过重新接近的时刻，也有再度交恶的阶段。但千岛湖事件留给人们的反思始终存在，两岸要真正融冰，不仅需要理性的协商，更需要人性上的互信尊重。如果一方政府连基本的真相透明都做不到，对待遇难者家属缺乏起码的同理心，只顾掩盖丑闻大事化小，最终只会自食苦果，令民心向背。因此，每当回顾这段往事，无论立场如何，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是那揪心疑问：如果当初大陆方面能开放资讯，妥善安抚，结果会否不同？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千岛湖的滔滔湖水至今静静见证着这段血泪故事，它提醒着后人，和平交流的道路上，信任犹如晶莹易碎的瓷瓶，一旦失手摔碎，就难以复原如初。随着时间流逝，或许新一代对千岛湖事件不甚了解，但那段历史暗夜中燃烧的烈焰早已深烙在台湾集体记忆中。它是两岸关系史上的一则警示，更是一出充满悬疑与哀痛的悲剧剧本。这剧本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血泪教训；没有圆满的结局，只有发人深省的叩问。当年那片平静秀丽的千岛湖水，曾映照出人性最贪婪的阴暗，也倒映出两岸之间最寒冷的距离。我们唯有谨记这段历史，以更谨慎、更真诚的态度面对未来的交流，才不枉那些逝去生命所敲响的警钟。千岛湖事件的故事值得一再传述，因为其中蕴含的悲剧张力和情感震撼，正是不容忘却的历史教科书，警醒着我们珍惜生命，追求真相，并时刻反思两岸关系中人性的温度与制度的冷暖。